想要带大家更加的认识一个在医美界很厉害的魔女，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肉毒杆菌，英文我们称它为 botulinum toxin， 也叫做 Botox。那为什么我叫它魔女呢？因为它会变魔术，是女人都爱的一种毒素那听起来很奇怪，它的名字听起来那么的危险，因为有一个毒字。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对它那么爱不释手呢？那今天的课题呢，会探讨 botulinum toxin， 就是肉毒杆菌的作用机制，也就是它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如何在医学界上帮到我们，那我们如何把它 apply 在我们的医美界上面，还有呢，就是它一些的副作用啊，或者是有一些免疫反应的一些问题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那这个肉毒杆菌呢，其实它的毒素是产生于一种细菌这细菌我们叫它 Clostridium botulinum 的细菌那 botulinum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它是源自于我们拉丁语 botulus， 它意思是香肠的意思那这个呢，其实就有关于这个我们的肉毒杆菌的历史故事开始在1822年，有一名德国的科学家在研究一起食物中毒的事件当中呢，他就发现到这起严重的食物中毒的背后，其实导致这个食物中毒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来自于一个腐败、一个坏掉的香肠里面有的这个细菌。那这个 botulinum toxin 呢，其实它是一种很强大的神经毒素，它可以导致我们的神经麻痹，甚至是一些中毒的症状。OK， 那 botulinum toxin 呢，其实它可以分成很多类型，最主要有7大类 A、B、C、D、E、F、G 7大类，而最广泛用而且最多临床实验证实的呢，其实是 A 型还有就是 B 型的肉毒杆菌毒素。那这个肉毒杆菌呢，它威力为什么那么强大呢？它是如何发挥到它的作用的？这个呢，就要从它的作用机制，就是 mechanism of action 开始讲起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先从我们的神经线，还有就是我们的 muscle 开始讲起。我们的 muscle 就是我们的肌肉，什么时候会收缩，什么时候会放松呢？其实它是需要一些刺激性的，通过一些神经递质的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去刺激我们的 muscle 去收缩，而我们的 muscle 才能动。OK， 所以大家有看到这个图片当中最上面的那一方其实你会发现那是我们的一个神经的一个 terminal 一个小，其实它是很小的，就是被放大起来看，它是一个神经的 terminal。那另外一层呢，就是我们的 muscle 了。OK， 那中间呢，其实还有一个缝，一个 gap， 就是一条河这样子OK， 那我们来注意看我们的左边的这个图片那这个图片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那正常情况下呢，如何使我们的 muscle 去 contract 去收缩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神经线的末梢末梢就是 the end terminal 那边我们会有一个传递的那个我们的一个最需要的 neurotransmitter 呢，就是这个 acetylcholine。 OK， 那 acetylcholine 被包在一个包装被包在一个 package 当中呢，其实它如何被释放到我们的 muscle 呢？它需要的是这个我们的 SNAP protein， 看到一条一条的虫子，这3条的虫子的 SNAP protein 这里它需要它们把这个 package 接过去到尾端，那尾端呢，它会digest dissolve 过后呢，我们的 acetylcholine 里面的成分呢，它就会被放入被释放进去这个 gap 当中，就会我们的肌肉呢就会有 receptor， 就是会有 receptor 去接收这个 acetylcholine， 那一接收到呢，就会使到我们的肌肉收缩 contract， 明白吗？那刚才我所说呢，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如果我们在肌肉当中注射了我们的肉毒杆菌过后，它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大家就 refer 我们的比较右边的那张图那这个肉毒杆菌的毒素呢，就我们会打在我们的肌肉上面，大家看到黑黑的那个毒素就会被我们的 action， 我们的神经线就会被我们的神经线吸收，被吸收了过后呢，神经线里面它就去捣乱什么呢？捣乱刚才需要把
我们的那个 package 接到我们的尾端的那个虫子啊，那3个虫子，把它去砍断掉，让我们的 package 呢接不到我们的尾端，到最后呢，我们的 acetylcholine 呢不能被释放出到我们的那个肌肉当中，到最后呢就不会有我们的肌肉收缩的症状，我们的 muscle 就不会 contract， 就不会动。那这个现象呢，一旦注射了这个肉毒杆菌呢，是代表整身的 muscle 都不能动呢？其实是不是的，它是在 certain 你 inject 的那个 area 呢才会起的一个作用哦，而且它很取决于你注射的那个amount那个 dosage 那个量，因为呢，其实肌肉很大块啊 ，OK， 那我们注射的量呢，其实都是要取决于你的那个 indication 啊，你为什么要注射这个肉毒杆菌，那个用意、那个用途在哪里哈？那在医学界呢，其实最初呢，这个肉毒杆菌的毒素哈，我们是拿来治疗我们眼睛周围的肌肉的一些疾病哈，就好像是斜视啊，斜视就好像我们讲的所谓的那个斗鸡眼，或者是所谓的那个眼皮跳动的不规律啊，所以我们也是用这个肉毒杆菌的这个毒素去 stop 掉这个 muscle 不寻常的一个跳动啊 ，muscle 不寻常的收缩哦。OK，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过后呢也是很广泛的用于我们一些肌肉的一些痉挛的一些问题，就好像我们的 cervical dystonia 啊，或者是一些好像我们的面部的肌肉的那个痉挛啊，就是有些可能 certain 的 muscle 它们太过活跃、太过收缩的话呢，就会导致两边不协调啊，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 botox 的那个毒素去 relax 一边比较活跃的 muscle， 让它去比较 balance 回去哦。OK， 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在 muscle 上面的一些疾病，肉毒杆菌的毒素呢，也是可以帮我们治疗那个多汗症啊。多汗症就是它会针对我们的汗腺，还有就是它可以适合于好像舒缓一些好像慢性的偏头痛的一些症状哈。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肉毒杆菌呢，也是去 suppress 去遏制那个 acetylcholine 的活跃度哈。那很多人就会误会哈，如果这个肉毒杆菌的这个毒素打在我们脸部的表情过后，会变得整个人会变得很僵硬，或者是我们甚至不能眨眼啊，不能笑啊，笑得不自然啊，这些反效果哈。其实呢，只要你拿捏好那个毒素的那个分量，就是那个 dosage 哈，其实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面部的表情的。我们还是可以眨眼，还是可以抬头，还是可以笑得很自然哈。OK， 那其实呢，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注射的地方，还有就是注射的那个量哈。而这个毒素呢，其实它的作用呢，其实可以耐多久呢？其实它可以耐一个4个月到6个月之间哈。After that 呢，其实一些新的 receptor 会开始出来，开始被产生出来。我忘记掉之前的这个 botulinum toxin 的这个 effect 哈。OK， 那慢慢的呢，4到6个月过后，你会发现到，哎，慢慢我的纹路又回来了，然后又需要我再去注射我的那个 botulinum toxin 的那个毒素了哈。OK， 那多次 frequently after 4到6个月过后，又发现到纹路回来，又再去 inject 的话，会有什么反效果吗？其实是没有什么反效果，因为只要你的像我讲的，就是只要它的量是拿捏得很好的话呢，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有一个大家都有听过，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免疫反应的这个问题哈。有些人会说，好像我们打了这个肉毒杆菌久了，打了多次过后呢，慢慢我们的身体呀，就会有一些 antibodies， 就会产生一些免疫力、一些免疫细胞哈，来记住这个 botulinum toxin 的这个效果哈。那当我们在打 botulinum toxin 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反应啊，没有那么 stronger than 我们之前第一次打的那个反应哈。其实这是有根据的，我们叫它 immune response， 那个 antibodies 的那个 response 哈。OK， 那其实呢，现今社会，我们现今的科技呢，其实我们的肉毒杆菌也是在一直慢慢的进化哈。如果我们用对的，或者用 register 最先进的一个科技哈，我们其实可以减低这个免疫反应的这个问题哈，不会让我们的身体会产生这样多的这个 antibodies 去抵抗我们的这个肉毒杆菌的效果。那在打肉毒杆菌这个毒素呢，其实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像我刚才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呢，其实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来打这个肉毒杆菌的这个毒素哈，因为呢，他才能最清楚这个肉毒杆菌毒素的这个 amount， 这个 dosage， 还有应该针对的是哪一个 muscle 哈。我们脸部其实有很多个 muscle， 那其实
是如果一打不对呢，或者是分量拿捏的不对呢，它就会造成一些副作用。OK， 那副作用是什么呢？其实可能在打针的地方，打针的 area 啊，就是一些 injection area 哈。那医生在打的时候呢，其实他打的方式是打的比较表层的，比较表层，你会看到一个浮起来这样子的地方哈。那其实很快呢，可能在1个小时内、半个小时内，它就会消掉了的，不用担心。OK， 那在打针的地方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淤青啊、一些黑青的一些症状，或者是一些小流血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症状、一些反应，这些都是正常的哈。可能1天内它就会消掉的。第二个副作用呢，因为我们打的是针对我们的 muscle 啊，所以你会发现到，如果打在一些比较大的 muscle 或者打的分量比较多的话呢，你会发现到，我在做那个表情，我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那个肌肉那个 muscle 是没有力的。这个反应是正常的吗？是正常的哦，因为我们这就是这个肉毒杆菌毒素的这个反应哈。比如说我们打在我们的咬肌啊，就是我们的四方脸的一个咬肌大的话，有些人会用 DOS 来打在这个咬肌上面。那打在咬肌上面呢，咬肌的肌肉会是比较大的，它需要的分量会是比较多哈。在打了过后呢，会觉得你在咬东西或者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这两边会酸酸这样子的感觉，这个也是正常的。那这个感觉呢，其实还会随着这个 Botox 的这个药效呢，慢慢的退，慢慢的减少哈。那还有一个很 common 的一个副作用呢，就是可能会导致一些我们的脸部的表情看起来不自然，或者是一些好像不均匀啊 ，asymmetry 啊。有些人呢，其实甚至有些打的，因为每个人的脸部表情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脸部的左边右边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那如果没有 appreciate 到这点呢，其实会打的可能会自然啊，或者是看起来怪怪这样子的。最 common 的呢，我们叫它就是打的好像 spooky eye 啊，好像 Angry Bird 这样子哈。那这样呢，其实你只要回去找回你的那个就是打的那个医生呢，其实他就会帮你 release 掉一点点帮你调节回去，其实很容易就会解决的。那再来呢，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就是 allergic reaction 哈。有些人呢，certain人呢，就是少部分的人呢，其实他会对于这个 botulinum toxin 呢会有敏感。会有过敏的这个反应哈，可能还会觉得打了过后可能脸肿胀啊，或者是不舒服啊，甚至是导致我们的呼吸系统会喘啊，这小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些过敏的一个症状。那总的来说，如果你问我打这个肉毒杆菌 botulinum toxin 呢，其实安全吗？其实还是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初呢，在医学上我们用来的是打在眼睛周围部分的muscle的，眼睛是大家的灵魂之窗，这个毒素都可以拿来治疗眼睛周围的肌肉那其实在别的肌肉当中呢，其实它也是安全的，也是可以使用，只要那个 dosage 那个量是用的拿捏的对，拿捏的好的。其实市场上呢有很多种，也是有很多种的这个 botulinum toxin 的牌子最主要呢要记得就是你要去选择是有 registered under NPRA 的马来西亚认证的一个药剂协会的一个指标就其实在 Malaysia， 在我们马来西亚，每一个不管是吃的药或者是用的护肤品 cosmetic product 呢，其实都需要被 register under 这个 NPRA 才是安全的药物。 OK， 那当然呢，其实我们打进我们的皮肤啊，打进我们的身体里的一些药物呢，不只是要是有效，其实安全性也是很重要的。OK， 那希望今天的课题呢，可以解答到大家对这个 botulinum 的一个误解或者是一些疑惑。OK， 那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请帮我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啊、家人啊，一起去学习更多的美容知识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